那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好，感谢今天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各位合作伙伴。按照我们那个合同的安排呢，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这一周吧，我们是举办一个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我们叫在线的开发者周。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把我们的开发者日改成在线方式。因为在线方式我们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们每天只用1个半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用4天的时间呢，把我们欧特克呢最新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战略的一些动态给大家进行分享。那么按照安排呢，今天我是主要分享一下我们欧特克的全球的战略和一些生态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也邀请到了我们负责我们大中国区域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行业生态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赵总来进行有关叫 EcoX 项目的分享。那么我先做一个我的分享。我懂了。好的，懂了。那么我的分享的话题呢，是想给大家借着机会呢分享一下欧特克的行业平台战略的一些动态。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还是经常会有分享，所以呢，我想说一些我们平时可能没关注到的一些事情。那么欧特克呢，应该说在去年开始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型，我们叫公司的一个战略转型。那么我下面呢，其实我想给大家回顾一下欧特克的一个历史。其实欧特克正好在去年时候呢是成立了40年。作为一家在 PC 行业PC 那个平台上起家的一个 CAD 的一家公司呢，实际上40年应该算非常一个老的一家公司了。尽管时间不长了，但也是这个行业是非常82年的时候，应该说那时候 PC 还是刚刚兴起。那么公司呢从 AutoCAD 起步的。那么第一个 logo 呢，实际上就是当初那个 AutoCAD 的 logo 的一个那时候就使用的一个 logo。那么这是一个 AutoCAD A 的一个变形啊。那么这个 logo 呢，我们应该用了20年。那么到了2000年以后呢，随着行业的一个不断的行业转型吧，我们公司也在转型。我们从一个单纯的一个 AutoCAD 的一个软件呢，那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一个3个行业的一个全系列的软件，从建筑行业到制造业到传媒娱乐行业，而且呢从一个2维软件开始转型到3维软件。所以我们那时候呢，我们公司的 logo 也改变了一下，也是一个 A 的变形吧，但是更体现出一个3维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 logo 用了10多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又做了一次logo 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变了一个就更有艺术感的一个 logo 很朴素。那么这个转型呢，这个 logo 的改变也表示我们公司一种转型吧。其实也用一种象征意义去体现，它能代表其实就更多的表示一种新的一个旅程。那么这个旅程呢，也就是说欧特克呢要转型成为一个平台型公司。那么在这个这几年来呢，欧特克呢其实为什么它要转型，也是因为行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欧特克在这个时代里也顺应了行业的发展的需要，所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一个员工的数量，有11500人。我在欧特克待了很多年，其实我加入欧特克是在90年代末。那么20多年过去了，我记得我加入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大概3000多人吧，3000多好像是。那么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从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大概会涨到了7000到8000人。那么7000、8000人持续了将近10几年，一直没有突破1万人。包括中间还有一个金融危机，就2008年，公司还进行了很多次的裁员。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16年以后，我们公司的业务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那时候16年的时候还只有9000人左右。那么从16年到现在呢，我们人员
在不断的增长，再也没有下降。那么今年看到我们已经经过疫情影响，我们的人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达到了11000人，这也是表现出一个公司的一个健康状况。另外，当然了，其实后面是由我们这个公司的那个状况是由我们的业务来支撑的。我们也是一家上市公司，所以必须跟股东有个交代，每年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些报表。那么我这个呢也在录制我们这个跟股东的一个报表。那么这可以从这个我们这个年收入这几年来的变化，从14年到21年的变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在14年以前我们有瓶颈期啊，我们一直在20亿到22亿之间，20亿左右吧，22亿左右，25亿以下，应该说在徘徊了很多年。那么我们在16年的时候呢，1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重大转型，把我们的永久授权转变成了一个订阅服务。所以看到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一年我们业绩不但没有增长，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是转型的一个阵痛。可以看到，我们经过2年的转型以后，我们的业绩开始快速增长，而且这个速度基本上保持的一致的，尽管在疫情期间也没受影响，还在快速增长。我们去年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突破，我们突破了41亿，我们现在44亿。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是一直在20到25亿之间徘徊了，应该说10多年，我们突然就超过这个。实际上我们做对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跟随数字化转型做对了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未来3年呢，我们的预计呢还会有个快速的2位数的增长率。我们这个还是会，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我们能够肯定很保守的估计的，只会突破，不会低于这个数字。那么这个也给我们公司呢，带来了很多这个就是信心。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公司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型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公司要正式对外宣布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平台型公司。这是我们那个 CEO 在我们去年的AO 大会上正式宣布。那么下面放一下有关这个我们 CEO 对这个平台型公司的一个愿景的一个阐述。Talent, connect your processes, automate your workflows, and unlock valuable insights that will help your businesses. You don't want to spend so much time focusing on the products you're using, because as much as you might like Fusion and Revit, Maya and AutoCAD, 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how these solutions help you complete your projects, which is why, as well as investing in our products, for years, Autodesk also has been investing in a platform. The Autodesk Forge platform lets developers acces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data in the cloud. These developers use Forge to connect processes, automate workflows, and unlock valuable insights. And just as Forge lets developers create more value, it does the same for Autodesk. Forge gives us a foundation to do so much more. We've already started to use Forge to connect the capabilities of our products. And in the coming years, we'll unlock the capabilities of our entire portfolio of products by collapsing them into common Forge components, making these capabilities available outside the confines of an individual product, taking us to a place where instead of dozens of individual products, we have one single platform that underpins all our customers' workflows. A platform that allows you to access, search, and analyze data easily, no matter what product it originated from, or whether it was created on desktop, web, or mobile. A platform that enables all project collaborators to work from a single central location, where the data from all their projects can be seen, used, and managed. A platform where data is unchained from files and file types, where your data can move fluidly between our solutions and other products that you rely on. This will fundamentally shift the way we provide value. Instead of having to navigate multiple products, you'll work in one environment with all your project partners. One environment for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onnecting everyone from the top floor to the shop floor to the same project data. One environment for AEC,
where a project's collaborators can work together from design through operations and beyond. One environment for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where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will be connected in the cloud. Connect your 那么我们这段CEO 的发言发言呢，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精炼的，概述了一下我们公司未来的愿景啊。这里边有2层的含义啊。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说呢，当然我们是一家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所以呢，对于客户来说，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将来要客户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应用的环境下，叫打破我们过去现在有几十种软件在使用这样一种状态，让客户呢更加的专注在他的工作流程上，而不在软件的一些使用上和计算上，甚至数据的一些转换和那些传递上。那么这是我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愿景。那么这个愿景在另一个层面上呢，就是我们给我们从那个底层的技术上的支持，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Forge。这 Forge 呢，实际上大家因为这比较熟，今天我就不去给大家再说 Forge 是什么，因为我们说了应该有4、5年了哈。那么 Forge 实际上就是欧德克的一个基于现在这种新的数码转型这个需要的情况下，我们打造的一个底层的技术。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 Forge 呢，同时给我们这个开发人员和我们的生态来提供这么一种技术，然后大家能够去打造客户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环境下进行无缝的去连接自己的数据，进行分享数据，进行把工作流进行优化。那么这么一种状况，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共同来做的一个事情，欧德克也在做，同时也让我们的整个这个生态来做。这里边刚才我们这边放在特别提到，我们欧德克有大量的软件，那么这些软件的技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被割裂在各个软件里边。那么我们希望是通过 Forge 平台把这个技术能够让整个这个生态都能够用，也就是我们这个开发者生态都能够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用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他想要的一个平台上使用这种体验。所以呢，我们希望的是说，通过我们的 Forge Data 这么一个底层的技术，咱打造的 Forge 服务，上面打造繁荣的 Forge 上面去各种各样的应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框图啊，这是我们的平台框图，实际上就是最底层的是 Forge Data， 然后上面打的 Forge Service。Forge 的一些 API 的服务，那么在上面就打造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包括这个应用呢，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各个行业的产品，面向建筑行业、制造行业的、机械行业的、传媒娱乐行业的。同时，这些技术，我们的所有的生态的合作伙伴的开发都可以进行应用，都可以基于这一技术做自己的应用。所以这里边的重点是 for data，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老大说的平台向平台型公司转移的是一个根本东西，因为我们是一家技术型公司，这个是我们根本就 for data， 这跟我们过去提的 for 概念是有区别的。那么欧德克为什么要做经营行业转型呢？其实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其实都应该也都有所了解，我再啰嗦2句啊，再多啰嗦2句。那么首先是说，我们现在行业在做数字化转型，那么这个数字化转型这个浪潮其实差不多有10年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调查，这是去年调查，我们去年在 IDC 在中国的调查也可以看到的数据，我们中国其实有64%在建筑行业，64%的企业实际上刚刚起，真正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那种企业是凤毛麟角，可能连10%都不到。所以数字化转型还是任重而道远。同时呢，因为这2年的疫情，又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整个对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么这些冲击，其实从我们的数据看呢，它反而是一种催化剂，让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大大加快。特别是在国外，因为国外这种管控的这种压力应该比中国更大一些，比国内更大一些，所以他们带来的挑战更大，所以他们这时候更感觉到需要数字化转型的这种技术。那么数字化转型其实也就是说，在满足这种各种行业挑战的同时呢，也是为了我们的技术机遇
技术挑战有机遇了，因为我们要满足行业的更多的需求，我们要面对行业各种短缺的一些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同时我们还要面对这样因为疫情的冲击带来的一些供应链的断裂，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同时呢 ，IDG 还有一个报告，他们说呢，就是说，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产生大量的数据，现在实际上 IT 做了大量投入，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些大量数据呢，其实80%是闲置的，根本没有被利用起来。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行业的所谓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也就是要把这数据怎么去利用好，怎么通过数据对数据的利用来进行降本增效。不论是在制造行业，还在建筑行业，其实我们面临挑战都差不多，都是要面临怎么去打造更好的产品，怎么去打造更好的流程，怎么去进行更好的行业的融合、供应链的重组，以及怎么去执行更好的自动化和能进行更好的优化。所谓洞察就优化，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更好的优化。那么对于欧德克来说呢，欧德克关注的是一个设计数据为主但是因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实际不光是设计数据，我们还要去对接我们企业里边的办公自动化的数据，企业里边的 ERP 数据，企业里边的一些业务管理的 CRM 数据，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的协同。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这个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和数据的互联，怎么同时要把数据还有高效的去使用起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业背景下呢，欧德克所以推出了一个Forge 平台。那么欧德克的 Forge 平台当然是通过我们打造一个繁荣的生态，来使开发者跟欧德克的这些开发团队一起来进行这种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创新。但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就是开放的 Forge 平台，是要打造的是一个与文件无关的元数据级别的细颗粒数据底层这个架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动态，而这个也是我认为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对行业对整个我们这个说转型这个在这个工程建筑行业也好机械制造行业这来说，应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么这个刚才我谈到就我们这个新的架构，就核心 for data。那么现在我就花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下for data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几段话呢，是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语言来归纳了一下我们奥黛这个 for data 的一个技术架构的愿景。实际上我们是要打造一个高效的可扩展和弹性的一个架构，这是一个高效的开发架构，而这个架构呢是可以顺畅的去做数据的互联、互操作，进行细颗粒的分享和搜索，并且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跟其他数据进行联合，同时呢可以支持协同工作流。那么它还非常的可以方便的去做高级的一些咨询和分析，甚至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同时还要可靠安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打造 for data 的一个技术框架的愿景。那么从那个通俗的来解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把从过去以文件为主的数据传递方式和创建方式，转换成以数据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新的一种工作模式。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在云端的叫 Cloud Information Model 云端的信息化模型。那么这个信息化模型因为基于云端，所以它可以非常又基于细颗粒化的这样的一种存储方式、数据库的方式，所以它可以非常高效的进行操作，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大家去各个团队之间的一个协作。那么也可以去对这个细颗粒化进行非常方便的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程序方面的一些操作、查询
创建搜索那么呢，因为它是以颗粒化的形式来进行操作，所以它会变得非常的轻量，那么带来的云端的使用的成本可以极大的降低，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又带来了成本的降低，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说非常完美的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推这个方案。当然现在的最大障碍是它在基于云端了，但这个是未来我们是谁都离不开云的，这是个趋势。所以欧特克呢是致力于引领行业的这种变革，而数字化转型呢是一定是离不开云的，离不开移动技术，离不开云，离不开大数据，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的叫 Cloud Information Modeling 它具备的一些优势。那么欧特克呢其实这个理念其实也不是刚刚推出来，其实我们应该说在 Forge 当初在16年的时候推出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有这个想法，应该基于这个 Forge 上做了很大量的那种迭代吧。我们这个技术进行大量迭代，我们首先是在 Fusion 360这个基于云端这样的一个应用产品机械产品上呢，我们做了一个实践。那么我们做了一个 Fusion Data， 基于 Forge Data 上就做这个 Fusion Data 的一个应用。那么它是面向制造业的，所以我们在制造业里边呢，我们也把它形象的说成把 Cloud Information Modeling 说成是一个 Product Information Modeling， 它实际上也就是 Cloud Information 在机械行业的一个应用模式。那么在这上面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Fusion Data 这么一个应用Fusion Data 也基于我们 Forge Data 上的应用，有点绕口有点绕口。那么下面呢就说一下 Fusion Data， 那我们呢上面写 API， 那么这些 API 呢，它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打造的是细颗粒的可以非常容易方便去查询去操作。那么它这个呢是基于叫 GraphQL， 就是图形搜索这样一种模式吧，这是最新的一种模式，搜索数据库模式了，好像是我查询了一下，好像是 Facebook 它方面的一套技术，那么可以非常高效的去搜索这些有跟图形有关系的一些信息，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种既有这种属性这种文本信息，也有图形信息，这种功能图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样一种模式。那么 Fusion Data API 呢是基于GraphQL 这样的技术打造的一个技术。那么它也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公司在Forge Data 这种新的技术架构上的一个实践，在制造业的一个实践。下面可以放一下一个简单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Fusion Data 它打造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它是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在 Fusion 上的一个 PLM 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数据之间的分享和更新的一个瓶颈。The benefits of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have always been promising, but traditional PLM systems require extensive They are expensive, training is lengthy, and getting up and running often takes too much away from The benefits of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have always been promising, but traditional PLM systems require extensive consulting. They are expensive, training is lengthy, and getting up and running often takes too much away from getting today's work done. Fusion 360 Manage helps you avoid all of that. With instant-on PLM that's easy to use and accessible anytime, anywhere, from a browser or mobile device. We give you the flexibility to start today and expand tomorrow with a PLM platform that adapts to your business. Included are core PLM apps that are easy to configure to your specific requirements. Rather than starting from scratch, these apps include out-of-the-box workflows that you simply tailor to your needs. A simple change of category here, another change here, and you're all set. Now you can better improve you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better manage change orders, bill of materials, supplier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 quality. Start with one process at a time and easily expand as you need. Fusion 360 Manage simplifies everyday tasks and improves collaboration.
And with its open API, Fusion 360 Manage integrates easily with other business systems such as ERP, CRM, and PDM. It's everything you need in a single PLM platform that connects your people, processes, and data across departments and geographies. Realize the benefits of PLM today and spend more time reaching your business goals with Fusion 360 Manage. 好，这个视频因为是英文的，所以可能大家那个去理解它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啊。我想做一点点解释吧。实际上呢，Fusion Manager 实际上它打造的是一个叫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设计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环境。那么它呢提到了它可以去管理我们现在的设计，但是它也可以去对接我们的 ERP、CRM 这些其他的，也包括办公自动化一些数据。那么其实它里边特别提到，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制造行业里边 ERP、CRM 这样的这个当时的数字化叫什么叫办公自动化呀，或者业务自动化呀。那么这些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非常繁琐。而这些数据实际上跟我们的一些设计流程呢，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只是一个报表的连接，它根本达不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无缝的对接，或者是一种双向的驱动。而这个呢是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的行业挑战，比如说客户的特别的多的一些可以定制化的一些服务啊，快速的响应啊，并且我们现在有一些新技术，移动技术啊，这种社交媒体技术啊，大数据技术啊，人工智能 AI 技术啊，其实这些新技术都跟他们有一定的没有去把它利用好。那么这个挑战怎么去解决呢？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的无缝对接的问题。那么在 Fusion 里边，我们是通过 Fusion 我们的 For Data 里边 For Data 打造了一个 Fusion Data 这么一套底层架构，那么就可以刚才提到非常方便的去细颗粒化的管理这些数据 ，ERP 数据也好，我们的图形的设计数据也好，我们的报表数据也好，我们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数据也好，我们安排的生产进度数据也好，都可以在这套系统里面进行那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可以有非常方便的 API 去定制。当然，我们 Fusion Manager 已经做了很多的定制，同时也可以允许你去做扩展。所以这样一种模式呢，就是我们提到将来希望达到的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叫用户去更方便的使用这种模式。其实，在这种模式下，我们的企业里边，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设计人员，他们的数据可以进行完整的非常流畅的进行对接。一个设计的数据的更改，可能马上就能反映到整个这个报名表的一个数据的更新，整个成本的更新和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更新，这个之间就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跨部门之间的这种沟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时间的成本和包括一些人为错误的一些成本，可以达到一个真正的自动化，加上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就可以达到智能化。这就是我一直希望看到数码转型的一个愿景吧。这个呢，当然我们也是刚刚开始做，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For Data 这部分东西呢，Fusion Data 这部分东西，我们的梁老师会在后天呢，会有详细的介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它也是一个我们 For Data 上的一个，你这么去理解 For Data 的价值，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那么欧德克呢，现在是在制造业务。唐总打扰一下，你上面那个又有一个菜单挡住了，你要不要关一下？对，这个给它隐藏一下。这旁边这又开了，这个上面是这取消了是吧？现在跑到中间去了，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菜单？已经取消了。可以了，可能有点慢。好，行，现在可以了。请继续。那么欧德克呢是现在刚刚提到这个，它是在制造业通过 Fusion 360上打造一个 Fusion Data 来实践了一下我们 For Data 在制造业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还会在工程建设行业，还会在传媒娱乐行业去打造类似这样的一些流程。那么在工程建设行业，我们现在其实已推出了一个 beta 版，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动
这个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刚才像Fusion Manager、Fusion Manager 这样的打造，或者Fusion Data 这样的一些技术，它因为 Fusion Data 还有 API， 所以我们的生态、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这些开发者，他可以基于这个 API 呢，达到自己的第三方的扩展。那么未来呢，我们在各个行业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进行扩展。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基于 Forge Data 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 CIM 的一些系统，就跟我们的 Fusion Manager 一样的一些系统，这你可以自己打造。所以这个呢，Forge Data 是一个底层的技术，那么欧德克在使用它做一些创新，我们的合作，我们的一个开发生态里面也可以用它来做创新，这是未来我们希望看到的繁荣的一个生态的场景。那么刚才提到我们在制造行业用 Fusion Manager 做了一个for data 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应用的创新的一个尝试，但我们在目前呢，我们还在 Fusion Data 上Forge Data 上呢做了另外一个创新，叫 Forge Data Exchange， 也是基于 Forge Data 上面的一个创新。那么这个应用呢，它实际上实现的是一个我们的局部数据的一个交换的这么一种需求，因为我们既然是基于我们 Cloud Information Modeling 是基于一种细颗粒化的一种架构，所以它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打包一个局部的数据进行传输。这是我们过去 Forge 上面一些基于 SVF 这样整个文件集的这样一些轻量化技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能进行局部这样轻量化这样的一些分享。那么现在基于 Forge Data 就可以实现了。那么现在我们在基于 Forge Data， 我们欧德克的团队打造了一个 Forge Data 的 Exchange。那么目前呢，它已经属于 Beta 版，它实现了 Rabbit， 和其他一些软件之间的一些数据分享。那么这里面目前我们的 Beta 版呢，可以实现的是 Forge Rabbit 上面可以把 Rabbit 的数据跟我们的 Power Automate， 就微软的一个 Power Automate 和 Inventor 之间的数据的一些分享，这是一个案例，这是一个样例，看一下，这是 Rabbit 的一个模型。那么目前呢，我们还只能基于 Rabbit 里面的一个 view， 就视图，可以分享 Rabbit 里面的一个指定的视图的数据。这个视图就可以是任意的一些对象，可以是窗户，也可以是墙体，也可以是钢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幕墙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指定。这些指定时候呢，都可以通过 API。那么可以跟 Power Automate 里边这些流程进行绑定。那么 Power Automate 当然它也很强大，它可以去打造一个不用编程的一个自动化，就是通过这个 Power Automate 可以去跟 Excel 啊，跟一些 Outlook 啊，跟一些什么 Project 呀，这微软的一些这样一些办公的，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的一些自动化。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的 Exchange， 就可以实现了跟 IT 所谓这个就是办公自动化软件之间的一些互联了，数据互联了。这个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希望打通的是一个设计数据跟 IT 部门的，跟 ERP 的 CRM， 这里边跟 IT 部门那个就是办公自动化，通过 Power Automate 可以非常方便的跟互联。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一些设计软件 Inventor 进行数据互联。好，那么这是一个这一张 slide 是一个总结了，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 Data Exchange， 我们可以简称叫 FDX， 叫 Forge Data Exchange。那么它可以方便的分享一个安全的数据司机。目前呢是只支持我们 Rabbit 视图的内容，目前也仅支持通过 Rabbit 的 Cloud Work Sharing 发布到 ACC， 因为它必须有一个容器来传递这个司机，所以呢目前呢只支持 ACC。目前呢还只是读取数据，还不能够进行重写数据。当然我们也会开发重写数据。其实开发重写数据这个价值非常大，也就是说意味着你
你对这个数据的更改，将来就不需要在 Revit 里做数据更改，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 Forge Data Exchange 来进行数据的读取和更改，这个会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一些基于 Forge Data 开发的一些应用。但是这个可能也许明年的时候可能就能用这一步。那么 Forge Data 我们说beta 版正式发布，所以我们只要访问我们的 Forge 网站，我们就可以在 Document 下面就可以看到 Forge Data 这个 beta 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我再去说一下，就是这里边提到就是欧德克现在在同时做2件事，一个呢是打造一个平台，另外一个我们欧德克有大量的 developer 嘛，我们现在大概我们有5000人左右的 developer， 大概有1500人，我是以前了解大概1500人在做 Forge 平台的一些研发，就底层研发，当然还有3000人在做一些行业具体的应用，我们还收购了大量的产品，所以大量的行业应用。那么包括基于 Forge Data， 包括基于行业其他的应用，我们还有大量的创新实践。所以我们欧德克呢是在做2件事，一个呢是为整个行业呢打造一个数据的平台，就 Forge Data 这个平台。同时，欧德克也在做大量的行业，大家也看到 AutoCAD 还在做维护，这么一个古老的软件，40年了，还在做不断的创新。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软件 ，Revit、Inventor， 还有 Fusion， 还有 Civil， 现在 Civil 也很火，因为基础设施嘛，现在基础设施很火，所以 Civil 也很火。那么我们那个老大 CEO 呢，在去年的那个 AU 上正式对外隆重的介绍了，说欧德克呢一个愿景是说，在未来几年内要打造50个跨行业、跨软件的一个数据流。刚才我们看到这些 Fusion Data、Fusion Manager， 还有看到这个在 Revit 上面打造的一个Revit 的那个叫 Cloud 是 Work Sharing， 那么这些就基于FDX 就 Data Exchange 打造的Revit Cloud Work Sharing， 像这些流程呢，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谓的50个流程之一了。我们要打造更多这样的流程。所以为了这些愿景呢，我们还在不断的收购产品，在收购软件公司。这里边给大家更新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啊。那么我们在去年的12月份呢，收购了一家工程建设行业做算量的云端算量的企业，Pro， 这也是应该是一家创新公司。但这家公司呢，在目前市场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一家。那么我们通过我们那个收购呢，把它整合到了欧德克的 ACC 那个整个这套架构里面。ACC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收购了很多产品 ，Prime Grid、Assembly， 还有好几个没记住。那么当然，现在 ProEast 呢也成为我们 ACC 的一个平台里的一个内容，它主要关注在我们的算量上。可以算量应该说是一个我们工程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ProEast 肯定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算量是特别独有的。但是它会带来一些扩展，可以通过 ProEast 呢跟中国这些算量软件进行对接的时候呢，数据对接的时候呢，我相信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应用。所以未来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新收购是我们刚刚收购的，去年上个月24号收购的叫 The Real， 这一家公司呢是一个 AR/VR 软件的公司，做的是个 XR 平台。那么这个好像突然就发现，我们欧德克又在做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应用啊。刚才我们提到又在做很具体的应用。这个呢，也就是我前面提到欧德克有2手吧，一手呢在抓平台，一手在抓行业应用的那个解决方案的研发。所以这个呢也在不断打造这种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这个在做创新，我们在做创新。那么一个创新的方式就是通过跟其他的收购一些公司呢，把这个最新的最好技术整合进来。那这家公司的东西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好有个小的视频。它是相当于在建筑的
协同设计方面的应用，通过 AR、VR 技术，我相信一定在建筑的这个设计规划阶段，包括施工管理阶段，也包括将来的运维阶段，有大量的应用场景。除了这个以外，应该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还收购了一家叫Speedmaker 的一家公司，做规划的一家公司。可以看到欧德克在不断的打造这些整个完整的一个一些解决方案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些应用。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虑了，说欧德克又在做生态，又在自己做非常具体的一些行业，做过一些非常具体行业用的一些软件公司，这个是不是又有矛盾的地方？其实我想通过这张图呢来说明一下欧德克的这个愿景。其实我觉得不矛盾，这里边反映的什么呢？就是欧德克对行业的一个理解吧。咱们一个行业是应用，实际上这个长尾模型可以用这个来理解。欧德克的这个业务重心呢是在这一部分，这个是纵轴是表示对一个价值，横轴呢表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定制，一个就具体的一些细节的程度。欧德克呢是更关注在一些前端部分，就更通用性的一些应用部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欧德克在收购了一些具体的行业的公司以后呢，其实他会把它做平台化，他会把它做行业的平台化。那么他也就这家公司呢，也就失去了一些做特别定制的一些这种灵活性。所以欧德克因为他就是通过一个他自己一个销售渠道，这个全球有2000多个专职的销售团队，销售的就是 partner 来进行销售，所以他一定不能够太复杂，他要进行一些平台化，进行一些批量这样的一些销售模式。所以呢，欧德克关注的是说，你要是产品越来越定制的越来越细的话，欧德克对欧德克价值就并不是很大。而客户呢，希望的是说得到一个更专业、更定制的一些服务，而这个呢是正好通过我们的生态和一些客户的一些应用定制来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就是说，欧德克为什么在坚持做平台化，同时也在做收购，同时在收购以后又把它做平台化，实际上又把这种长尾模型的这种共生的一种双赢或多赢的一种理念吧。我想做一点解释啊，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对啊。那么欧德克实际上呢，是通过呢自己的创新和我们生态的创新，最终目的呢还是要让整个我们的客户也是我们合作伙伴的客户，最终目的是我们让客户获得满意。所以呢，这是一个双轮的一个效果。客户呢通过对数据的更好的利用，得到了更好的服务。但这个数据怎么能得到更好的利用？是通过我们的生态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态，因为欧德克的力量是有限的嘛，所以要我们的生态来共同的去打造这样一个更好、更繁荣的一些行业解决方案。这就是欧德克的一个愿景啊。好，那么大家关注的来请我分享先关注欧德克的一些新技术。那么今年的我们的欧德克的新技术，最大的新技术就是 Forge Data。那么为了把这个技术呢能够去让大家能更好去使用好呢，我们也在今年的6月份会做一个系列的城市的路演。我们会在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4个城市呢举办我们2天的一个技术交流活动。当然这要基于我们现在疫情的一个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按这个计划去做。那么在第1天呢，我们在下午会按半天的时间来详细的介绍我们 Forge Data 这一些最新动态。因为 Forge Data 刚刚才发布了 beta 版，所以我们会在6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信息可以去跟大家分享。那么用半天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Forge Data 的一些动态，包括我们一些先锋合作伙伴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动态。但是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用起来，我们在第2天也会安排1天的时间呢来做一个工作坊，然后呢对于有兴趣使用或者 Data 这样的一些我们的作为先锋伙伴呢
进行面对面的就是交流，可以带大家去怎么去用起来，把这个 Forge Data 能够把它用起来。我们做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工作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后续的，大概在5月份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活动通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活动通知，关注我们公众号。好，那么下面呢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这个可能就花少一点时间有限了。首先呢 ，Forge 那个发展的非常的平稳，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API 的访问量呢，这个是一个现年的增长。我们这个现在每个月的每年的访问量达到了2400亿个次数，已经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另外呢，我们的服务也是越来越稳定了，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那种API 的访问量在增长，同时我们那个故障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还有我们那个开发活跃的开发者，这基本上都是一家公司了，目前有3000多个这样的全球的公司呢，也在活跃的用的Forge Data 这样的一个技术。相信 Forge Data 在推出以后，会有更多的公司来感兴趣这个技术，非常有创新性，非常有颠覆性。那么这个只是基于我们 Forge ACC Autodesk Cloud Construction Cloud， 就是Autodesk 建筑施工云上面的应用生态。我们在2年来吧，我们已经有200多个合作伙伴在我们的 ACC 上做了应用。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认证的一个系统集成商，这样帮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做 Forge 的一些系统集成。我们最近也增长非常快，目前有40多个全球的系统集成商。那么下面再花一点时间再聊一下我们在大中国区的一个 Forge 的一个应用情况。可以看到我特别想说一下呢，在大中国区呢，我们香港、台湾地区作为 Forge 应用呢，实际上是我觉得用的是最好的2个地区了。特别是香港，其实香港很小，只有1个城市，但这2年来我们看到它在 Forge 上应用呢，它做了就是这个生态做了非常多的成长非常快，包括在这个跟一些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这样的一些最新技术上呢，也做了很多对接。另外呢，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有比较好的一个 Forge 的生态，这是在台湾的一家原来是在AutoCAD 上 Revit 上做应用做得非常好的叫魏武资讯那么他在前年开始在 Forge 上做了集成，其实他已经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基于自己叫微变上的一个叫 Sync他做了一套就是生活管理的一套解决方案。那么目前呢，也跟我们的Forge 做了对接。那么这是一家老牌的一家公司。那么这个呢，天茶公司呢，天茶智能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成立的时间很短，接触 Forge 时间也不长，只有2年时间。但是因为他们呢，反而是因为新公司嘛，所以在应用 Forge 上用的非常快。经过2年时间，实际上已经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于 Forge 上的一个运维管理平台。可以看到这界面非常炫。那么这个界面就更炫了，这个是一个做叫能流图，就是能量的流动的一个管理图，它对接了我们这个运维的一套系统，可以让我们这个运维这个能源管理的电力热力这些能源管理非常的清晰形象这个当然不是很大家所以说的不到位但可以看到这个界面非常做的非常好，这边是这个模型，这边是它的能源图。好，我希望我们这个 Forge Data 出来以后，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Forge 相关的伙伴能够在用 Forge Data 上做一些更多的创新。那么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 Forge 的一个更多的资讯。希望大家去经常去看一看 Forge 的
全球官方网站，上面有非常多的资讯，社区的方面一些信息，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帮助文档、压力文档。那么大家去访问一下我们这个 Forge 那个官方网站。我们还对 Forge 的开发呢，还有中文版开发快输入，这个非常方便大家去学习。好的，那简单再说一下我们这周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安排。今天我和我们的同事那个赵总会聊一下我们全球战略和生态的最新动态。那么明天开始呢，会分别去介绍我们的 Forge 平台的一些最新动态，还有一些我们桌面端两个行业的建筑行业、传媒娱乐行业、制造业3个行业的一些开发最新动态。那么 Forge 平台的最新动态呢 ，API 动态关注明天的下午的一些内容。我们桌面端的 API 关注呢周3、周4下面的内容。那么桌面端的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快速的一个馈吧，看一下我们这个安排。像 Revit 2023，这是一个非常重头戏。Revit 在2023上面做了非常多的改进，性能方面的、功能方面的。但是大家可以特别看到我们基于 For Data 上的一些改进，一些最新的一些功能增加，叫 For Data Exchange、Data Exchange。那么在制造业中 ，Fusion 3.0，看到我们也介绍过 ，Fusion 3.0基于 Fusion 3.0的 Fusion Data，For Data Fusion Data 的一个 API 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动。Inventor 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基于 Forge Data 上的 Data Exchange 上的一个应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应用。那么我们 3D Max 和玛雅，我们也会在周4由我们同事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D Max 2023有什么最新的一些变动，玛雅2023变动。那么当然还有我们 AutoCAD、Vault 过去 AutoCAD、Vault， 还有一个 Civil。那么这3个产品呢，我们会有一个视频，我们其他同事呢录过有关的视频，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视频加上中文注释，以后呢给放到我们那个放到我们那个一块这个我们活动的一个视频回看里给大家分享。好，那么我的时间正好1个小时啊，给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些动态。那么下面呢，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同事赵总，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欧德克针对大中华区行业数字化生态转型的加速计划，叫 EcoX